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11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纳指再创新高，毫无悬念。我们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敬畏市场，这正是技术分析馈赠我们的财富。AMD 跳空大涨，我们精准捕捉到了启动点，更有财生们期权操作隔夜躺赢，收益率超300%。MSTR 不负所托，早鸟套餐精准命中起爆点，守住了寂寞，等来了繁华，期权直接起飞。想探寻 AI 系统的密码是什么吗？让我们一同从走势图寻找答案。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下美股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分析。那么现在呢，纳指呢是不断的刷新它的新高。那么现在周线呢是3连阳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只能去看防守位，上移防守位呢来去保护我们的一个利润。第二个方面呢是要看一下本周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股票。首先是 MSTR、谷歌、AMD 和苹果公司。那么这里边呢没有介绍到你最想听的哪只股票，那可以把它的代码打在评论区。那后续的视频呢 ，Lucy 会给大家分析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纳指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新高，就是 20,655.39 这个位置，并且呢，它在昨天出现了是一个十字星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看到，其实纳指在不断创新高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出现过很多次它的一个十字星的一个走势。那么第二天的话呢，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动作。星期四的一个走势呢是十字星，并且创了新高之后，那我们可能会想根据这个规律呢，那星期五它会不会出现一个这个回调的走势？所以说我们在现阶段呢就看好了它的一个止盈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是如何跟大家去描述的。先看一下这里其实纳指呢又创了新高，但是呢盘中一度跳水，我们会说这个随后的一个缓慢拉升呢，就能看到其实盘面是不是很稳定的。所以说近期的一个盘面基本上都在盘中会出现那种深 V 的走势，那么风吹草动的话都会对指数有影响。那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很清晰了，就是从彩虹带和 MACD 的一个绿柱来结合着看。那么趋势多方的话就是继续的一个上行，那操作思路的话，其实我们要坚持多方的一个标准，就是低吸和高抛的节奏。指数现在是一个慢牛的走势，所以呢现在滚动操作的话就是一个快进快出的一个标准，那还是可以赚钱的。因为近期我们的一个 option 也好，正股也好，都出现了一个这个10%以上的一个获利。我们只要看好了9号低点的一个20323这个位置不被跌破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10号的一个这个参考标准，那么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刷新高点的一个上方，而且呢经过周五的一个 K 线结束之后呢，就会收一根周线。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是什么情况。那这个图表呢是纳指的一个周线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上一轮结构9之后呢，它后面出现了3根这样的连续的一个阳线。而且呢，每一根阳线的实体呢会逐渐变小。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它的一个实体阳线变成了十字星的话，那就是上涨动能的一个衰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最后这一根周线呢，就是目前我们这一周的一个 K 线，所以它的一个低点呢就不能再被跌破。那它的一个点位是多少呢？就是 20490.55。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防守的位置呢，就会上移到这样一个点位。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行情，今天星期五的话，大概率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这个跌幅。所以说我们要关键的去看的是下周的一个行情。那么下周的话，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就很清晰了。那我们会在后续的视频呢，会给大家去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纳指它现在的 MACD 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绿柱子它代表的是，如果说股价上涨的话，它的一个动能会向上推动。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看到说这个出现死叉的一个情况，那就不能一直以来 Lucy 说就不能上涨不言顶，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说现在的高点就是它的一个最高点。
所以呢，我们根据 MACD 的一个走势的话，会判断它近期呢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个跌幅。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紫色的一个区域，其实呢它是一个多方强劲的一个这个指标。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纳指呢，它从这一个点位开始出现反包，然后踩了一下这个黄线之后，其余的 K 线呢，它都会高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域的这个位置。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多方是比较强劲的。那么现在的话，纳指我们还是以一个多头的一个强势来去看待。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啊 ，MSTR 这一轮的一个拉升呢，我们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去精准抓住了它的起爆点。那么首先呢，在6月25号的时候呢 ，Lucy 有去关注 MSTR， 并且呢，在盘前广播里呢有去提示到啊它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一轮的过程中，其实呢并不是非常顺利的一个拉升。这一段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的一个阳线呢，它的一个实体会非常大。那么出现了阳线，然后变盘的一根阴线之后呢，第二天又来了一个阳线的一个回马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由于啊这样的一个从空方啊转变为多方的一个这个转变过程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 K 线。那么在这个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从黄色的区域变成了这个紫色的区域，也就是说黄色的区域呢代表空方，那紫色的区域代表多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它的一个拉升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么关键的这一天呢，就在这个变字。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在盘前广播里有给大家去介绍，就是盘前广播呢，我讲过啊，从6月25号开始，我们就一路在跟踪。那384这个价格呢，终于在昨天的一个下半场被突破上沿呢，来到了415。那前方的一个高点呢是420块9毛2，约等于421，那么也就是5块钱的一个差价了。所以说技术面来看呢，其实 Lucy 有用到我们的 AI 系统、龙头引力和彩虹带的一个观察。那目前看到呢，其实就是一波拉升的一个起点啊。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所以说筹码峰也就是集中在了这个380到400区间。那么机构呢，它的一个成本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跟着上车去吃肉了。那股价选择向上拉升呢，其实是有基础的。那第一压力位的话，我会先给到421这个位置，看能否达到。结果就在昨天呢后半场的一个拉升呢，其实 MSTR 的话就已经来到了这个421的这个位置。那它就是前高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点。那 Lucy 认为这个高点呢是不足以对它形成压力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夜盘的话这个 MSTR 呢已经来到了431元这个地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是究竟如何捕捉到它的一个变盘点的。首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图呢，它是有一个变字，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彩虹飘带呢，它是从这个黄色的变成紫色的，这是第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信号呢，我们来看一下 MACD 的一个变化。它其实呢是在0轴附近的一个金叉，然后呢两条快线和慢线呢是突破了0轴这个位置，那并且呢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绿色的柱子在放大，所以说它一路上行呢是有一个助推作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起爆点。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龙头引力这个位置，我们是看什么呢？就是这条粉色的线它在加速区。而且呢，我们看到机构资金并没有流出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用前两个指标呢去买它的一个上涨。那果不其然，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是如何出现的。那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60分钟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 MSTR 它在盘中的时候它是有升有跌的，振幅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何能抓住它的起爆点？我们的一个信号呢，其实是可以用在60分钟图当中的。那首先我们看到这第一个黄框这个位置能看到这样的蓝色 K 线在有机构低吸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机构它是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股票当中，然后呢随之而来带来的一个拉升。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它的一个阳线呢是踩住我们的机构成本线一个上方去出现的一个拉升，那么这一波呢也算是给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收益。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了它的一个金叉，并且带来了绿色的一个柱体的上涨。那么龙线呢也是在我们的一个加速区，那这就是具备了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启动点，那如果说你是做日内或者是喜欢博日内的朋友们，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阳线反包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上穿了它的一个空方的一个区域，进而呢变为多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 MACD 已经提前反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又是第二轮的一个这个加速的一个启动点。所以这样的2个启动点，如果说你在盘中关注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 Lucy 所说的早鸟起爆的一个成功起爆点，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一个战法。所以说呢，也希望给到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这样的一个这个盘中的一个提醒的机会。这张图表呢是谷歌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 Lucy 有跟踪谷歌的一个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从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系统里面去分解一下谷歌为什么能到我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池子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Lucy 在盘前广播呢是如何描述的。谷歌呢是在这个公司得到了机构成本线和这个彩虹带的一个共振，那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长上影和长下影的一个走势，那股价呢是有一个上冲的一个意图的。那从技术面来看的话，防守位置呢选择是反包阳线的一个最低点，也就是173.54这个位置。昨天提到的股价呢会在1到2天拉升，昨天是第一天，那么盯好今天的一个走势，第一压力位在185元。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知道我的一个文字呢是如何与这个 K 线图是如何去这个描述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反包阳线呢，其实是指的这一根。因为我们看到它在有一个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它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个这个拉升，而且是连续3天的一个阳线呢，它就站稳了这样的一个绿色的机构成本线上。而且非常巧的是，我们的一个多方的一个紫色的飘带，它也是在这一天上穿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成本线。所以说在近一期的话，它都是多方的一个强盛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股价它有可能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动能和意图。那我们看到它在近期呢，在这一根 K 线的一个这个最低价，也就是173.54这个价格呢，它并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说我们不免想起了一个战法，就是 Lucy 此前说过的单阳不破这样一个战法。也就是说这一个阳线就没有被跌破，它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都没有跌破这一个位置的话，那我们此前有讲过单阳不破，如果说该跌不跌的话，跌不破那它就会要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近期2天的话，有看到它这一天呢是出现过向上的一个试盘，那么昨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阳线呢，是盖过了它的一个这个收盘价。所以说近期呢谷歌的话，它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强势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出现这样的一个变盘拉升，那么这个是看到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从 MACD 来看的话，它其实原本就在一个强势区间，那现在呢也没有出现一个死叉的一个动作，虽然这一天有一点点这个红色的，但第二天就被收回了，还是变成了一个金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谷歌的话它还有一个向上的意图，那 Lucy 呢也希望它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拉升。所以呢我在昨天已经建仓了我的一个 call option 去观察它后续的一个走势。它的一个这个龙头引力呢，现在虽然出现了散财童子4个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空头的资金呢去流出，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龙线在加速区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个就是谷歌看到的一些这个机会，那么这个就是谷歌呢从日线来去看到它的机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看到 MACD 如果说它这个位置是金叉的话，有可能又满足了我们的一个早鸟起爆的一个战法。所以说这个咱们粉丝朋友呢可以去跟踪一下。咱们的订阅粉丝注意了有想跟踪 Lucy 的盘前广播的朋友，你如果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那么订阅通道的话就是在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和实战的一些交易方法，那你第一步的话就要先赶紧点个订阅。那作为见面礼的话，新朋友可以立刻解锁整整1周的财生会员的体验课程。那么每周的话直播时间呢是有3节在这个香港时间的下午5点，每周2和周4还有周5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有3节课程。在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些股票
和财生们发现的一些个股的机会呢，我都会在这样的一个直播里去讲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期权的操作机会的话，我也会提醒给大家。那我们看一下本周的话，我有在训练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去做一些 option 的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训练。那现在呢是在我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直播课里呢有给大家去讲。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技术方面呢也想得到提升，那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赚钱效应最强的选股方法。那想要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下一周的一个课程，那你就要记好了。交易龙头、探寻龙头的轨迹这样的一个4节课程呢，会在7月15号到7月18号为大家呈现。想要进一步学习的朋友，那抓紧到下方置顶链接里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给他发送口令口令是赚钱2个字。那么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7天的体验，包括咱们的一个这个美股洞察的课程，打卡3天，这个寻找龙头的课程就会一并给到大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呢，我在这个盘前广播里有跟大家去描述AMD 的一个走势。那么从7月9号的话，我会有写到。那么在这个技术面上呢，是出现了一根这个反包的一个阳线，那回踩了彩虹带的一个多头线，那结合这个成本区域呢，它是修复了，所以说这段文字的一个描述呢会比较详细。那这里呢其实是出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抄底套餐，那我们的分析系统呢就是60分钟的一个这个聚宝盆加上白 K， 是明显的一个抄底信号。那反弹周期呢也给到了3天，当时说的有点保守了。它的一个参考价格呢是这个缺口下沿的138块7毛7以下，那止损价格呢会给到133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那么10号的话，我们有提到呢，讲了 AMD 的一个机会，那它其实呢是属于一个我们之前有讲到过的这样的一个战法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其实它的一个上涨的概率呢，会因为这个战法而加大。它现在呢是有了抄底套餐的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信号，加上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有一个龙线在叙述区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就构成了我们近期呢有在 AMD 上面呢去做了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那有给大家去这个描述一下，9号是这个位置那这一根 K 线呢就是10号的一个启动的点，那我们是这一天去介入进去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的一个这个买入的一个位置呢，我当时给到的位置是这个缺口的一个下沿，也就是说138块7毛7以下，那我们都是可以去买入的。那当时也描述了它的一个回踩的一个位置呢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如果说它怕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假的一个反弹之后再跌破，那我就把防守的一个位置呢设在了这根6号的一个 K 线的一个开盘价，也就是133块4毛3这个位置。其实它的一个位置呢是与这个5号 K 线的一个最高点是重合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具有较强的一个支撑作用。但是呢，其实止损的位置没用上它第2天就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然后大涨，而且呢是冲击了左侧的一个这个小高点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遗憾呢，它没有站上去最后收盘呢是在144的一个位置，是比较具有争议的。所以说 AMD 的话，因为它所处的一个位置呢是在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而且呢我们的一个这个多方的一个这个紫色的飘带呢还是在它的下方，所以说呢 AMD 它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在拉升的一个过程，这一轮的一个这个9根 K 线呢是偏离了它的这个粉色的一个边界线之后呢，连续1、2、3、4、5天的一个调整呢，就又回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区域里。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天去发现的话，它有可能会踩着这个地方再去反弹起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多方区域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第一个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去发现这个 AMD 的一个机会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图形来去描述的。所以后续的话 AMD 呢，其实我们知道它的一个高点远不止于147这个位置，所以说我倾向于它这个位置它回调之后呢再反弹，它有可能会高过之前的一个高点，所以说这也就是我后续想跟大家一起去跟踪的一个点。所以 AMD 的话暂且呢我们还可以再去持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提示的前提下，我们的财生朋友给到我们的 AMD 的一个这个期权呢有拿到了一个3倍的一个收益。其实呢我是非常为这位财生高兴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MD 我是如何去通过咱们的视频提醒的。我们是在周三的一个视频当中呢，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啊，它的一个这个 AMD 的一个走势，当时是选取了30分钟和60分钟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图。那么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具备了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的一个符合的条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也是这个结合了我们的抄底套餐，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早鸟套餐的一个战法呢相结合来用的。所以我们在它的一个上涨途中呢，去买到它的回踩，也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它在多方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和它的这个彩虹带的一个多方去共振，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是 MACD 呢，它虽然没有金叉，现在呢还没出现金叉，但是它出现了红色柱子的一个缩短。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是符合了我们的一个第二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呢，当然就是我们的龙头引力呢，它的一个粉色线呢，并没有出现散财童子，而且呢是在一个加速区。所以说只要没有资金流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它的一个这个上涨的波段。所以这样的一个战法呢，我给它起个名字啊，就是早鸟起爆点。也就是说 AMD 它既具有了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那也具备了我们的一个早鸟起爆的一个启动点，它是2个套餐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的 option 能拿到3倍的一个收益呢？也是与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号有关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话呢，其实我是在这一天去有发现它的一个异动，然后第2天呢有去提醒。那咱们的粉丝朋友应该还记得，我当时是205的时候啊，在盘前广播里有去给大家去写。但是呢，苹果公司它在这一轮的一个拉升呢，是遇到了左侧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这个位置213，那它出现了冲高回落。所以说它回落连续2天的话，我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写了209，如果不配跌破的话，还是可以去参与的。那么这2天呢，也给到了一个反弹。但是我在昨天的一个这个分析当中呢，有去跟大家说，就是苹果公司它的一个股性就会涨得比较慢。所以说你是激进型的，或者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暴力拉升的这样的股票的话，那可能苹果就不太适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在盘前广播里有写，我说呢，这个近2天因为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变化呢，是基金经理看空苹果，所以说连续2天的回落啊，也是配合了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到209附近，但是呢，它没有跌破。如果说我们纯技术去分析的话，那股价现在是在一个上行阶段，所以呢，我们的一个6号 K 线呢没有跌破209一个支撑，所以我还是看好它的一个回补的机会到222。至于说它多长时间的话，没有说太明确的一个标准。如果说咱们是特别着急的朋友，不喜欢苹果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那可以去选像 AMD 这样的股票。那其实它现在呢走势呢虽然比较稳，但是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多方强势的一个阶段。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呢 MACD 的话，现在是一个快线和慢线都已经上穿了0轴，包括呢在0轴上方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绿色的柱子，也就是说它向上的一个动能还是有的。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其实龙线呢也在一个加速区，而且是缓慢的来到了一个这个上方，所以呢它的一个拉升的话，我会理解为它是一个这个补涨。因为毕竟呢在这个权重里面啊，这个科技巨头里，那只有苹果公司它还没有突破这样的一个机构成本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它想突破机构成本线的话，那我想它的一个上沿222这个位置呢，应该还算是可以达到的。那么这个就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